好，周四到了，大家好，我们是大大叔叔中中文，文，文，齐该了已经。睡觉了。大叔们好像都刚睡午觉起床。其实灿叔嗯，刚睡醒的，刚才告诉我。哦，对对对，我才睡啊，醒，真的啊，哦，我老婆灿叔有叫我醒来，睡吗？不然我起不来的，真的。哦，OK 所以 OK，看灿叔还记不记得今天我们要聊什么？灿叔，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我和你说，今天本来不只是我不记得，他俩也不记得嘛。我是昨天突然想起来，哦，因为我们已经隔了一嗯，周没有录了，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大叔们太我们主要，忙了。嗯对对，今天我们聊工作。这个工作，我觉得像我们大叔们都已经大概嗯30几岁、40几嗯，岁了，所以大概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了。好，所以我们对，今天来聊聊我们的工作经历吧。嗯，那我嗯们今天先从旅居国外的Ben叔先开始好了。对对。Ben叔好嗯。像从年轻到现在工作都比较是教学上的，对不对？对，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教中文，然后到现在已经快11年了。啊，忠贞不就是二啊。对，哎，笨叔啊，但我问你，我很好奇，嗯当老嗯师是你从小就想做的一份工作吗？不是，因那为你想做什么？你本来想做什么？你是误入本来我本贼船吧？来就是没有计划，就是哦，就是父母告诉我哪个专业未来比较赚钱，可能就会考虑他们对，想让我做的我突然专业。想起你大学读的是国贸，商国贸对不对？对，国际贸商科易。的，嗯对，你没有考虑过读，嗯。就是找国贸相关的工作吗？当时是想的，觉得学商科的话会比较对，容易这个经找商啊，工作。做哦，生意啊什么的，对。嗯但是嗯，后来，因为我在美国留学嘛，留学之啊，后，我有1年的工作签证，然后在那一年我是申请的一些商务的工作，比如我投简历都是投银行啊，投一些这个跟商务有关的公司。但是后来就是我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就是等待很长时间，我也同时就是申请了其他一些工作。那申请嗯哼，其他工作里边就包括教中文这个工作。教学，嗯然后我去面试的时候，因为要等很久嘛，等那个，结果后来那个需要中文的那个机构就联系我，联系的特别快，他们很着急的要老嗯，师，而且他们给出的价格要比就是我申请的银行的给的价格要高要很多。高。那我觉得蛮因对，缘际会的。对对，变说你是一个巧合。对你踏入嗯。教学这个领域，其实是因缘际会，并不是你原先预期的那样子，对不对？对，本来我申请的那个银行的职务是一个客户经理，等于说可能要帮助客户办卡呀，或者是买他们的理财产品之类的。但嗯，是后来我一对比，感觉啊，如果去教书的话，学生们都会很尊敬你，然后会有一个比较融洽的这种课堂氛围，不像在银行，我可能要讨这个客户的欢心，对对对，就是感对对，觉这个 好像这个推销社会员了地位有一哦。点对对对对，反过来。然后教中文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在华盛顿，华盛顿它会有很多的这种政府的人员，他们就是第2年就要去说中文的国家去或者地区去这个工作。嗯哼，那每天我可能会教一些外交官什么的，就觉得就很有成就是挺有意感啊。思的很有啊，不意思。对，不像教普通学生，就突然觉得啊，那么高高在上的外交官现在就是都是我的学生，对我要学生。客客气气的。那变叔，你在教学的10几年这条路上都没有想嗯，到要换个工作吗？我刚刚换了工作，但是还是就是跟教学很有和关系，语言有关的嘛，对，还是跟语言很但不有。是教学了，就对，是完全他那个哎，可变叔，这是你能很多。第一次换教学以外的领域的工作，是吧？是的，是的，大家应该听过那个多邻国这个 APP，对等于嗯对，说我们的公司是这个多邻国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叫 Busuu 啊，啊，然后就是对，等于说就是很多学生可能会每天用手机学习这个中文，学习某一门语言，学习10分钟、二十分变叔给钟，你打个广会做一告吧，这个不些题。属不嗯。属是怎么使用它来学语言，让你打个广告吧。
就做游戏一样，和 Duolingo 是一样的吗？我现在开始从 A1开始做这个课程，所以我觉得中文课还没有那么成熟啊。给你打做这个，广告，你给他扯后腿。那贝叔，你十几年的这个教学的工作，跟你现在这个已经不是教学为主了，你现在是算是上班族的类型，你觉得这两个工对，作有什么不同吗？对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首先我就是挺感谢我这个11年的经验，因为这个经啊，验帮助我得到这份工作，因为这个嗯，工作确实门槛挺高的。对，因为我进去之后，就是因为每一个语言都有一个这个语言的这个小领导、总设计师，我是嗯哼，属于这个总设计师，我下面还有一些中文老师，所以这个教书的这个经验让我就是可以更明白我的学生他们想要什么。嗯哼，因为我知道不同的学生的背景，然后知道他们就是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所嗯哼，以我在写课的时候就会把我以前的这些经验带到我写课的这个里边。嗯哼，但是写课的话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跟学生的话还是你会跟他面对面的接触，你会跟他聊天，你了解他的生活，然后你看到另一种生活模板。但是写课的话，就是有一点点枯燥，我每天要对着这个一张 Excel 的表格，然后我要写8个小时。哦，好就好在我现在有一个办公室，我可以跟我的同事聊嗯哼，天儿，同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所以等于说，我之前是没有这种办公室的感觉，自己困在一个小房间里，现在可以就是感受一下那种白领的生活，有办公室啊，然后跟同哦，事对，你以前基出去吃本上都是在饭什么的。网上1对1教学的是吧？对，我10年经验里边前3年半是在机构里哦，边，啊、面对面面对的，面的，面对对，面的，然后后面的话就都是在网上了，全哦，那职在网上教。那变书有一件事情应该是蛮嗯有趣的。你在教嗯，学的过程中是不需要，你不是小领导，你不需要去管底下的职员。你现在对，已经是个小领导了，你现在要管一嗯，个一个 team，对不对？你一个觉得有什么不团队，对，对？你觉得这个管这个团队会嗯不会比起以嗯，前教学的生活变得更复杂？因为人事之间总是有一点。人的就复杂人最多了呀。复杂了，对对对，因为以前是自由职业者，所以我可以决定教谁不教谁，或者是我可以决定我的课怎么安排，然后我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因为没人管我嘛。但是现在嗯，我到了这个机构里边，我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这个条条框框把我限制对，住。比如嗯，说我有我的领导嘛，那对，我做东西的时候，我不可能只按照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去做，我嗯，要考虑到他喜欢什么，然后我还要考虑到这个 APP 它的整体的风格是什么，我要嗯，把我有的东西慢慢的去适应我的领导的喜好和这个 对，APP 这个公司要的东西。但是我的领导他也有领导，这个课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可能是一个人喜欢，那另一个人就不喜欢。就等于说，我最近做工作比较麻烦，就是，我通过这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来一套这个很完整的，就是很系统的东西，而且我的领导也很高兴。但突然有一天，这个他的领导和领导的领导，他们就是抽查来看这个课，结果他们就很不喜欢这个东西。啊，啊，所以，但是他们又给不出来很建具体的，设性的修改的对，意见，就嗯，对，会说我觉得不满意，你需要调整。那这个我就很难去平衡，他就又不给你是方向，对不给你调整的对啊，方向，那就很麻烦，对不对？然后，而然且后我的领嗯，导就也不会直接说怎么对，改，他就说，哎，我给你看看大领导的意见。所以你自己想办法啊，对，就搞得我觉得，哎呀，就是好不容易3个月出来一个体系，我所对，有的团队都知道怎么去认真的做后面的课，现在突然又要从头开始改这整个要个东西，重做的感觉。就有的时候就感觉想放弃。诶，灿叔，我这样听变叔说，我觉得他大概差不多要放弃了是吧？可能要离职了吧？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做的时候花了这个心血，你就觉得好对对像是你的孩子，然后对对对，对对，就是
你被觉得我会觉得这些进了长官还是不懂风情，然后不了解我的想法，这个对对东西是我精心设计的，他们不懂，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怀才不遇的感觉，对不在对？公司里就会受到就各种限对制嘛，对对对对没办法对，是的，真的。我上这个星期听说这个要大改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崩溃。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哦，我真的不要干了。但是后真来就的真的是睡了一个晚上，冷静下来以发现后，觉得钱还是很重要。倒没有，就觉得还是再克服一下吧，试一试，对，挑战一下自己。当时真的是就哇，觉得好不容易有了方向，突然把你的方向又你要必须打乱了。打翻从头开始的话，确实是很崩这太累溃的事情，太累。真的很这个时崩溃的事情。候对，这个当一个自由嗯，职业者真的是很重要，对，对不对啊？多自由，自嗯，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这对，个我们回到灿叔，你嗯是自由职业者吗？我说一开始，一开你始的时候大学毕不是啊，业后，大学毕业嗯后我嗯，我感觉就做英语确实出路比较少，特别是我还跑了一个内陆城市来，因因为为因为灿叔对你是外语科系，你是英文我是系毕业的嘛，英语系毕业的，对英语系毕业的嘛，对不你对？啊，像有所以些有些你那个时候就想说要找跟英文相关的工作，对不对？对对对，因为说实话，你学东西学出来，肯定希望就是对，多少有点学以致用，作用嘛，对，对学以对，致用。但那个时候又因为跑到西安来，因为很多我有一些同学他会跑到沿海城市去做啊外贸，因为对，学英语就是一般情况就做外贸、外贸，做老师，要么对做翻译。对，我选了第三条路，做翻译。翻译。学英语第一份好像工作，大部分，灿叔第一份工作是当翻译，而且后面好多份工作都是翻译，就是但是跳到别的翻译公司继续做嗯，翻译。是都是笔译还做翻译。是这个口译？笔译我一直做的基本都是笔译，做翻译，好不好做？我还没对啊，做过会不会翻译，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有时候也做翻译，我翻着翻着就觉得就翻译累的我只偶不行，尔会就接一些分心了。零星的嗯 case 来嗯做而已，我没嗯，有当嗯专职的翻译主翻译，所以要是这样，因为大陆这边就是翻译的，我觉得就是翻译公司一般情况下，可能比较小一点的翻译公司啊，它会承接很多很多活，各种类型的，各个专业的。你就是像我们以前读的是文科，又是英语对，毕业的，嗯哼，但是你一开始进入翻译公司，你就必须翻译各种理科类的东西，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哦，西，还有一些法律的东西，那就头大的不得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专业东西怎么说，你只能硬着头皮翻。嗯，对，对，然后，而且在这边翻译公司的话，按道理就是中国人应该翻英译中的，因为中文毕对，竟是我们的母语嘛。但对，是说实话，在中国这个市场上，英译中这个需求没有那么大，反倒是中译英的比较多。中英译，对对对，中对，对，英译，翻译成英文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感觉当时翻译就是嗯，硬着头皮上呗，很多东西能查到查，然后套进去，这样大概就能保持这个句子是没有错误的，但里面具体的嗯，有些词儿具体是不是这个根本不知嗯，道，因为根本对。看不懂他在说什么，很对对对多地方。对对对对，所以那这个工作怎么办？我一般是用机器先翻一遍，然后我在机器翻的基础上再改。你敢用机器你会这样翻，你吗？要被你的领导骂死。是吗？所以更所以灿快一点吧，叔你必我觉得。须真的是先理解嗯，好这个句子，然后自己去对构句，对不对？对对，理哦，解自己必须自己翻，不能用机器翻，因为机器翻的话痕迹很重嘛。那术语然后怎么办？术语我觉得术语自己查嘛，所以它基嗯本上是这样，也用谷歌查，谷歌能查到比较多，嗯因为它对，很多这嗯个会设计一些专业东西，你还是能查到，比如一个词儿，你嗯写个嗯可能用相关的英文词，不是那一个，但你的比如说它是哪个专业的，你相关的东西找到一个，输入谷对歌，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文章里头可能会出现这个。哦，对对对，这个是比较难的，啊有些它其实能从一些字典，比如有道字典里能查到，嗯但是对，很多还是怎么说？我是因为觉得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你还是硬翻。其实首先你可能都根本不理解他在说什么，而且很多客户因为这些东西是特别多的这些东西啊，他们翻完之后他们也不看。我看，对嗯你要是比如一页或者什么简历啊什么的，很多人很在乎，对对对越对对长的东西他越不看。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耗时很久吧，做对翻译的我觉得话这个，我以前有接过零星的嗯 case，但是我有经历过像灿叔这么悲惨的遭遇，就是佛经，他给我一个佛经古佛经，英文的啊，这个中文的没有办法佛经，翻译。要我翻译成英文，
然后光那个印度的古地名我就查到头都快爆炸了。哇，这名字特别长的，我知道印度古地名。然后对那个名字特别长，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意思。然后对这个也不是英文，它的原文是印度文，所以对它经历很多语言的交换，所以变成你要再把那个翻成英文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而且佛经的古文很奇怪，和一般的古文还不一样。对，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灿叔的这种经历，所以我经历过几次 case 之后，我就不，我还翻译过几次论文，帮我同学翻过论文，对，翻过几次，也遇到这种专业度的问题，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翻译绝对不适合我，我绝对没办法走翻译这条路，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作品很没有安全感，正确度也有待商榷，我不太敢去保证这个精确度，所以我觉得翻译对我来说是绝对不适合我的工作。对啊，他有所以灿叔些要就放弃了吗？我没有放弃啊，我和你说了嘛，就是我做了，我是第一个工作进去之后，我干了半年吧，然后过完年那会儿不是才开始工作的时候，特别热血嘛，觉得老子不干了，就是想换工作了，对，就是气死过完年之后就递交了辞呈，我说我不干了，我不想干了。对，后来就是又找工作，确实市场上又很多东西找不着啊，其实不好找。第二次找英语专业一般是什么就业方向？英语专业就大概翻译。后来，但是第二个工作其实啊，它不是说纯粹翻译，它是这个移民公司的。我就看很多这个要移民加拿大的这边，因为陕西这边，陕西这边特别陕北那边啊，很多人很富的，因为煤老板很多很富，他们富了之后就想移民到加拿大那边，所以这个生意很好。就当然第二个工作我就是在这个移民公司里头，其实也是主要还是对文件一些校正呀、翻译啊差不多，但感觉很无聊，你知道吗？干着干着觉得啊太无聊了，就不想干了。后来第三，灿叔，你喜欢这种工作吗？你个人兴趣是不喜欢？对，我那个时候脑子里还想着我要应该写本小说来的，我就是混日子，你知道吗？其实是这样，混日子。但是你是在办公室，也是有同事可以跟有同事社交啊，聊聊什么的。同事是有的。然后后来再换了第三份工作，第三份工作倒是干了，一直干到我后来不干为止。第三份工作也是翻译吗？对，三份工作也是翻译，也是文件的校对对。第二份工作，因为我干了，后来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比第一份更无聊。我想又辞职了，辞职之后在那个出租屋里待挺久，后来想着还是去工作吧。后来刚好就是我之前第一个公司的一个同事啊，他换了另外一家翻译公司，就是他挺好的，我就想那我就去那吧，后来就去了那边，然后就那个翻译公司的文件它就是类型比较单一，就做专利翻译。专利的就是前面那个摘要，它是和那个专利局有合作的，就专门翻译那个摘要部分，但是它东西也是乱七八糟的，就是理工科类的东西。反正我就是每天就这样，也是脑子想都不想就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变机械化的工作，机械化的工作真的是。我理解你，我现在的工作是差不多就这样。然后你在工作，你的魂已经飞到别的地方去，然后每天就在戴个耳机边听歌边的也想也不用想，因为根本不用想很多内容，你不用理解它，你只要把这个词找到了套进去翻就行了，翻译出来。那你不会觉得在浪费生命啊，或者是觉得就是浪费生命啊？那个时候就浪费。我觉得文科的工作好像大部分都是这种机械性、重复性的感觉。对，就那个时候会计这种我也做不了。对，一直想可能要写个小说什么，私底下还在写一写，然后觉得我翻译公司我就混一混呗，反正是这样。所以灿叔，其实你前3份工作做的是翻译的工作，还有校对文件的工作。其实你内心藏着作家魂，对不对？对，有一种作家魂在内心澎湃着。对，但是一直没有让它跑出来，对不对？对，没有付诸，其实没有真正写出来。后来呢？后来还做翻译吗？还是现在就是你全职在做自媒体，是不是已经不做翻译？不是做过亚马逊吗？对，还在后面呢，没收到呀，还没。对，好曲折的工作，我们都是大叔了，对，好多的经历，总是有一些事情嘛。后来就辞职不干了嘛，辞职不干了，后来才开始，
主要是后来因为我又结婚了，又生了孩子，就是暂时又没有特别好的工作，还是决定继续接这个在家里接翻译的工作。这个一边可以看小孩，那个反正又持续了几年，对，就是每天就带孩子做翻译。那个时候因为对算的自由职业，那时候找到公司因为毕竟有几年的翻译经验还可以，就是找到公司又是上海、北京那边的，给的钱又多一些，所以就那样稳定的干了几年嘛。到最后是因为觉得这个翻译它这个天花板比较低，撑死就在国内的话就你特别努力，就1万块钱一个月撑死，然后还不稳定。所以觉得没有前途，然后后来想着还要养孩子呀什么的，觉得不行，所以才去我要么去做个亚马逊。那个时候想就做个亚马逊，就因为当时我是回老家考察了一遍，发现浙江那边很多人做亚马逊。我当时就问了一些人，是那种卖电商卖产品吗？像卖产品，就是你在中国找到供应商，然后你自己这个大概稍微设计一下，稍微弄一下，就是然后就运到美国那边去，美国亚马逊的这个仓库里头去卖去。其实卖不好。我在这边亚马逊能买到常常买到国内的东西。不是我跟你说，亚马逊这个上面东西基本上都是中国生产的。因为中国东西它便宜，就是生产东西便宜，所以他们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的就按美国亚马逊上的货，虽然感觉的是这个牌子都是美国的牌子，但产品最终都是在中国生产。对，因为这个让我想到，我最近在亚马逊买了很多这个中国寄过来的东西，然后我不满意，我要退掉它。我点完这个退货之后，然后那边的老板就说不要了，你留着吧，不要退回来，因为太便宜了，他们觉得运费都不够，运费更贵了，根本对啊，划不来，不像中国一样，中国因为物流很发达嘛。那灿叔，你亚马逊做了多久？亚马逊做了，我就弄了一个产品，我具体做了多久忘了。当时因为你要把这个产品给推广出去不容易。对，你比如说，其实很多人他做这个产品是这样，比如说有些是网红的，或者有些人以前本来就 YouTube 频道啊什么的。你像我要现在做东西的话，我会推一下我本来现在有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我可以推一下我的产品，有人买了之后留个言啊什么的会方便一些。像以前我不认识任何人。但是呢，他卖东西的话，你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促销一下，虽然卖出去很多，但是没人给你留言，你这个东西当下卖了之后，你这个产品上不去，你在同一个类目里头，对，你同一个类目里头，一开始虽然卖出去了，后来没有人给你评价，你会慢慢掉下来。对，推广不出去就卖不出去。很多人会看销量，看这个店铺的评价、评分，对。而且现在好像亚马逊跟很多 YouTube 的网红他们可能会合作或什么。我看到很多 YouTuber 他已经是网红了。像我有听说个武先生的，他的频道就是以虐待蟑螂为乐。那他的附属产品就是卖一些蟑螂药或者是蚂蚁药，卖的超好的，因为他只要在他虐待蟑螂的这个视频的过程中，这个顺便推销一下他的产品，就很多人买蟑螂药、蟑螂药，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是连带，就是说，比如说 YouTube 很红，然后它可以连带的这个推动那个销售量，这就和国内现在抖音他们的模式是一样的嘛。你只要先成为网红，然后开始带货，一个模式，很多人买。对，中文老师就是我觉得上课。或者卖课。灿叔你之前做因为还不是网红，对不对？所以推货很难，对不对？我其实最后悔的事情应该早几年开始做 YouTube， 那会儿时候竞争更小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会翻墙了，而且应该早点开始做中文的，应该那个说不来现在早就火了对，你变网红之后然后卖一些这个中文书，对，卖相关的东西啊都可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咱们要做社交媒体也是一样还是可以卖产品啊。大叔中文要准备卖一些中文书了嘛对因为我们3个快要变网红了，我们要先有心理准备要开始。其实也不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模式就是提供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的一些他们的需要的东西嘛，多选择。对，你有需要我提供东西，你需要你就买，不需要就算。因为我们刚好是一个算这个山林是一个垂直领域，我们就是中文的东西，中文相关的很多东西也一样，
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亚马逊虽然没有做成功，但是对我这个互联网这个思维还是有一些培养，还是有些用处。我知道大概就是说你要推广到一个垂直领域里头，我们现在吸引主要是学中文的人嘛，也是一个道理。其实我觉得灿叔这个概念跟Ben叔也很像，你们透过你们之前的工作经历，然后套用在现在的这个经营 YouTube 上面或经营社群媒体上，你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法。像灿叔就会有一些，他会想一些 idea 在他的频道里面，然后Ben叔也会。我是教了9年之后觉得，对Ben叔有很多教学上的经验，所以他很多我是有一点没有耐心了，教腻了。啊，你是教腻了是吧？因为我上回听Ben老师说，因为他之前有些学生还挺难伺候，挺难伺候。对，因为我主打的就是别的老师不愿意教的学生一般会来找我。Ben叔，你之前是在 iTalki 吗？还是在？在 iTalki、Verbling 都有吗？都有哈。对啊，所以你主打的是人家不要的学生，不是人家不要的学生，当然也有很多是这个特别好的学生，但是有一些老师就是他们上课的时候会喜欢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会喜欢这个比较好预测的，知道这节课怎么好安排的，他们会喜欢这样的学生。但是有些学生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他们就是把老师当做一个心理医生。比如我有很多学生上课不是要学中文的，是要抱怨一下他们生活中的不如意的地方。很好这样很好就是你跟他用中文跟你抱怨吗？用中文聊聊天就好了，对不对？就是开始试着用中文抱怨，但是后来觉得自己表达不了之后，就后面就都变成英语。整节课我们都用英语聊他的。那你都要听听人抱怨，你就赚钱也挺好的。Ben老师，你赶快多介绍给我这些学生，我超喜欢这种一开始先聊中文，然后过5分钟后开始用英文抱怨。对，听他说话就行。我在北京嘛，就是我在北京就是当时教那个就是使馆的那个官员嘛，然后他们有很多太太来了之后就都他们就是陪着先生过来，他们就在那边每天也没什么事儿，所以他们有这个太太群嘛。我跟某一个太太上课的时候，她就会抱怨其他的太太啊，或者抱怨家里的那个保姆工作不给力啊。然后我就是吗？然后就跟他们用英文跟他聊下去了。对，我说你应该就是个算是中文老师兼心理医师，他是暖男。对，后来就发现很像暖男。还有很多这个退休老人呢，就是可能那个子女不在身边，也没有人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上课也是觉得很好，有一个人能找个伴而已吧，找个伴聊天。对花钱找个伴，然后这样不错那Ben老师，你有那个太多学生可以分一些给我，我很喜欢这个聊天的。好的，没问题。就可能有的老师会觉得，哎呀，我这节课没有教到学生应该教的东西，我想让他掌握这个 ABCDE。这样的话，有的学生就觉得，哎，我一节课我没有教他怎么办？有的老师这样认为，但是我就觉得无所谓。我觉得学生他可能上课就是想要找一个人抱怨一下、倾诉一下，那我就听，然后也是，虽然可能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上课，但是也帮助他一些。帮助的生活问题更伟大，我觉得更重要啊！对啊，比如说你解决了很多不同国家的社会问题、老人问题，还有外交官的妻子的问题都能解决，还有外交官可能会产生的婚姻危机，你都把它处理掉了。这个还有这个孩子有潜力啊，可以解决人很多的问题。但是孩子是我最上不了的课，因为孩子不好上，被逼着来上课，孩子都是被父母逼的来，被逼的那更没法上，真的是没法上。我有很多学生就是上课说，哎，老师我生病了，我嗓子疼，我这节课我不可以说话，老师你就一直说吧，然后我也不能开我的屏幕，因为今天我的网不好。所以他肯定就是跑哪玩去了，但是我就对着电脑一个人就是默默的说1个小时，那也太难了，真的是。其实我觉得你像我的工作经历就比较单一一点，我觉得我工作的经历蛮顺遂的。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我第1个月我就找到工作了。
那我记得我的工作是做编辑人员。啊，那我去台湾一个老字号的公司，这家公司叫远东图书，它一开始是做字典的，英我听过这个汉字典。公司，哎，真的，对，那嗯个绿色皮梁实秋的英汉字典非常有名，啊，那是大概华人圈里的第一本老字号的嗯传统的字典，现在当然嗯没有了，不过以前那个字典是第一部。然后我就去那家公司笔试考英文，因为我要面试的是英文编辑。那个时候，远东图书已经转型了，它已经转型成做高中教材、高中英文课对本。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对，去的时候，我应征的工作是英文编辑，我的工作项目是要校对英文的课本，高中英文课本。嗯那我那时候我就考上了，笔试过了。嗯然后呢，是总经理跟我面试，然后总经理第一句话就问我说：我们的工作项目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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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根本搞不清楚我到底面试嗯，过了没。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过了。你可以开那始工作了，直接开你已你始进行这经被录用直接交些项目了，代工作项目了，对。啊，所以很我好，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英文编辑，我在远东图书做了10年，算挺久了，蛮久的。具嗯体怎么那校对啊？这个编辑，对，校对的工作跟翻译一样，嗯超级无聊。我甚至可以嗯说比翻译还无聊，因为校嗯，对你是有固定的稿子，你就看他英对文有没有拼错字而已，然后文法啊，有没有错。那如果文法有错嗯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嗯，还有外籍人士，我们可以去对，问。那我们那啊，嗯些远东图书是老字号的公司了，所以有很多对，老主管，老主管是嗯不太说英文的。他们啊，以前的人学英文是那个听读很厉害，嗯说很嗯，烂。所对，以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职员去呢，都要负责嗯去问老嗯外这个句子行不行，合不合语法对，的问题什么的。嗯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老字号的公司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会有老职员跟新嗯职员的一些冲突在，然后啊，这个冲突也影响到老对，板的而且判断。他们也不太懂，而嗯且呢，有时候新职员如果表现得太好，嗯老职员就不会给你好脸色看。在这个老嗯公司里的新嗯旧人员的冲突是很明显的，然嗯，后勾心斗角也是对，很多嗯，的。那我什么样的勾个人，心斗角？比如，哇，这个等一下可以聊了。哇，这个宫斗剧一样，对，对，这个对，我就觉得像好像同学们可能想知道好像这个《甄嬛我们的，传》一样啊。是，对，对，我觉得我就是个《甄嬛传》的角色这样。嗯我对，记得嗯我的个性是很不喜欢单一嗯的工作，嗯所以这个编辑的工作，我大概做了嗯半年，我就快要崩溃了，因为我每天看着稿子，所以我对有告诉你们，我都会偷偷在底下写小写什说，对么武侠对对，小说什么嗯什么的。对对然后其实我的佛经也是那个时候在翻译的，啊，因为不能怪我翻嗯译这个不嗯校对这个工作真的太太无聊。无聊无聊，嗯而且以对，我那时候的英文能力，我是可以很快看完那个稿子的。那个嗯对我来说是很简嗯单的工作，但是在那嗯个编辑部里面，每个人嗯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年轻人都做不了嗯多久就离职了。年纪大的人嗯，是可以固定受不了，在那个比较简单、没有挑战性的校对工作上，他们可以，嗯，而且他们都有对，家庭了，基本上他们不太喜欢做嗯职务上的变动或者是离职，不会。所以你嗯就发现这个部门根本就是组成基本上都是老职员比较多。还嗯，有的职员对，结婚离职了，后来小孩长大出嗯社会，他又回来做的，很多这样的人。嗯对，所以对，我那时候做了半年，我真的快要做不下去了。可是我也没有想到要离职。那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业务部门，嗯我们的业务部门是要去学校推销高中课本的，因为有嗯各种不同的出版社出不嗯，同版本的英文课本，我们对，要去说明我们的版本比较好啊，对不对？嗯对，这个时候业务人员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业务人员不是英文专业，他们怎么去介嗯绍英文课本好不好呢？所以嗯业务人员很聪明，他们就把脑筋动到了编辑嗯部。对，啊，他们这个啊啊，编辑部的主管说：“哎，你们编辑部应该帮业务部一些忙吧？”那因为我们编辑部主管是30年的老主管了，他一开始非嗯常抗拒。业嗯务部是业务部，我编辑部我很多编辑工作要做，怎么可能帮你？这个时候对，呢，聪明的理查老师就跳出来解决了这个冲突问题。啊，理查老师跳出来说：嗯“我跟编辑部的嗯主管说，哎呀，他姓葛嗯哦，叫葛，我们嗯都叫她葛小姐。葛小姐是我们嗯编辑部的主管。
他应该不会看这个视频吧？不会，我就跟葛小姐讲说，嗯葛小姐，嗯没关系，我牺牲我自己，我跟业务部出去，我懂英文，我跟业务部出去介绍嗯大义凛然。产品是我校对的，我很懂这个产品的特色。葛小姐，你不用担心，你不用跟业务部去冲突，老板也会不高兴嘛。我牺牲我个人，我跟业务部每天出去跑好伟大。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对，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那你也解决了业务部的问题，然后呢，编辑部大家还是乖乖的在校对。那我牺牲了我自己，成全了2个部门，老板也开心。对，那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哎呀，我终于可以，那时候有点想骂脏话，林北终于可以可以出去走一走了，我快要在编辑部被闷死啦。对，心里是这样子，好像小鸟放飞那个感觉。对，那当然葛小姐是同意的，当然，因为其实他们是想要在公司里面吹冷气，然后校对简单的就好了，然后中午到吃个饭，下午下班了就直接离开，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一举那两得。我不喜欢的，我喜欢有变化，所以其实我是推荐我自己去跟业务部去跑学校。那所以我的生活变成从每天要刷卡，变成我每天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业务来接我，开车接我。那我可能今天跑台北，可能我明天要去台南了，要去南部了，可能我今天要去更远的地方了。那我的工作就是跟业务人员一起去英文科的办公室，找英文老师聊天，跟英文老师介绍啊，这产品很棒，你们可以用，还有很多周边的商品，有光碟有那个考卷很好用，很多周边的产品可以用。那我爱死这个工作了。虽然我不喜欢当销售员，但是我觉得因为英文科的老师跟我都是学英文的嘛，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不只可以推销产品。所以就像Ben叔说的，我跟这些英文老师聊一聊，有时候都聊到家庭去了，然后就聊然后业务乐观其成，因为其实英文科老师在跟我们公司培养感情，业务上的感情，然后业务在旁边他也不用动嘴，他觉得哇，带这个人出来太棒了。我在旁边只要拿着产品等着听的就好了。那当然我们跟业务会有互补嘛，业务会讲一些销售的折扣多少，我们就讲产品的特色。所以我爱死这样的，我是编辑人员，但是我的工作是跟业务出去跟老师，而且你去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就像Ben叔说的，我好像在环岛旅行的感觉。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很兴奋的。你之前写了一些旅游的书，是因为这些经验得来的吗？不是，那是之后的事情了。之后的事情。对，我跟业务基本上业务开车载我，所以我也不用开车。然后呢，我每天是抱着每天是去兜风的那个，就是有时候那个去中南部，我头就伸出窗外，那个风那个感觉，我就觉得天哪，我根本是在度假嘛。所以而且是公费，有一些工作压力，但是我是抱着度假的心情去上班，所以我在远东工作半年后，我觉得我终于过着人的生活了。那当然，我每天还是要回去编辑部签到，表示我回来了。对，那后来有改变工作吗？我在远东经历非常丰富，宫斗剧要上演了吗？后来又过了半年，就是1年后，总经理发现了有这个人的存在，就在一次的业务会议中，业务要求编辑部的葛小姐来开会，然后呢，葛小姐就要求那个理查老师来开会。因为理查老师已经跟业务出去了，他有这个义务要报告编辑部的这个出访心得。然后呢，所以我跟葛小姐就一块在这个共同的会议上跟老板们汇报。后来呢，我也不晓得哪来的勇气，就是业务部报告完之后，总经理说编辑部有什么想法？那个葛小姐说没有。我说有有好多问题。我那时候不晓得哪来的勇气，就是我就开始讲我遇到的很多问题，然后那个总经理的眼睛是讲，他从来没有听过
有人讲出这么有建设性的建议，他眼睛瞎呆了，他懵了。葛小姐会不会生气啊？葛小姐也懵了，这哪来的小家伙，居然越俎代庖来？是啊，来这个小家伙是来这小伙是来取代老娘的位置都不先告诉我一声，对啊，对啊，所以你就看到整个会议业务部也懵了啊，你把我们不敢讲的事情都讲给老板听，怎么可以？所以业务部的副理也懵了，所有人都懵了，只有我还在那边侃侃而谈，侃侃而谈。我跟你讲那个不行，这样子一定要那样。对，老板懵了，但是老板就很开心，老板很喜欢。那会不会同事会孤立你啊？那个会议完之后，葛小姐不会孤立我，因为她需要我，她需要我去业务部帮忙。对，那业务部也不敢孤立我，业务部需要我的帮忙。因为我去帮忙，的确让他们的业绩好很多。很多学校老师因为这样用了我们的课本，对，所以在这个氛围下，我就是那种好像无敌铁金刚一样，刀枪不入，没有人敢得罪我。虽然我还是个菜鸟，那因为像我这样的角色，没有人想做，大家都想要乖乖的待在办公室吹冷气，做自己的事情，对，所以。这个又符合我的个性，然后又没有人可以做，所以我就变成了大家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可能心里有怨言，他们也讲不出来。直到有一天，突然这个公司内部电话响起，滴滴滴滴滴滴，然后我就接起来，喂，你好，远东图书公司，我是总经理，来我办公室一下，我就懵了，是要把我解雇了吗？看来是好事，好运来了。对，我就去这个总经理的办公室，然后总经理的太太在旁边，然后他们就笑笑的看着我。我们决定要给你加薪，然后那时候就那时候我的薪水台币才2.8万而已，他就给我加到3.5万。对，很大，加不少，算加不少，已经比那时候就好几年前加这样的幅度是蛮好的。那很高了，感觉，而且我算是除了葛小姐之外，薪水算最高的。对。那他说加薪是因为你的确帮公司争取了不少业绩，请你继续努力。对，然后我听了我很开心，我就继续的跟业务去跑来跑去。对，跑来跑去我也很开心，然后业务也越来越需要我了，然后我跟其他部门的人也越来越熟了，大家发现有这个小伙的存在，因为不同的部门其实大家彼此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因为这样去跑，大家变对这个小伙好像觉得有这个人存在耶，对，然后我就继续跟业务跑，然后我就越来越敢说话，每次业务会议都有找我，然后可能不找葛小姐就找我，葛小姐也很开心，因为她本来也不想去那个会议，对，那所以我就变成了2个部门不可或缺的角色，另外就是而且我在编辑部的工作加重，葛小姐想要跟其他部门沟通，就说你去，理查老师你去跟资讯部，去跟会计部，去跟什么部，行销部，就变成我。那我也乐意，因为我不想坐在那边校对，所以我好像就变成了这个各部门中的一个协调者的角色。然后再过了几年，我又接到总经理的电话，理查老师过来，然后他这次更夸张了，他说，编辑部的功能只能校对。但是业务部的要求更多，业务部希望能够有部门对于教材能够有更深入的研究，能够解决老师所有的疑问，有任何老师打电话来，都有一个专责的部门能够回答老师的问题。这个编辑部做不到，因为编辑部只想要校对，他不想要回答任何学校老师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可能包括资讯问题，可能包括行销问题，都要有一个全部都懂的人来统一回答，就专门一个部门的人，对，而不是说我今天我帮你转资讯部，资讯部这个是行销问题，我帮你转行销部。总经理要一个人能够统整这些部门，然后理解这些问题，然后进而只要这个人能够回答，甚至有老外所以查叔自告奋勇吗？我没有自告奋勇，我是被赋予责任了。对，他直接让他。还有就是像有老外打电话来，那我们第一印象是转给编辑部嘛。编辑部应该比较懂英文，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这个门市小姐是不会讲英文的，转给编辑部，那葛小姐已经很久没讲英文了，所以葛小姐，你们猜她会怎么做？
就一定转我的分机嘛。乔老师你负责回答，等一下，对，然后我就对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用英文跟他拉嘛。嗯，所以为什么我会变很好啊，成口语能力培对？养为什么这一出来次总经理会找我，嗯是因为有一次门市部接到一通神秘的外国电话，啊，然后呢，门市部转给葛小姐，葛小姐接到之后直接转给我，然后这个神秘人物非常生气，他用英文讲的意思就是，你们门市连英文都不会讲，你们是英文课本的公司耶，他就跟我抱怨这些，转到编辑部，编辑部也要再转，直到你才会讲英文，你们这公司怎么回事？跟我抱怨了一堆，我又非常有耐心说，哎呀，不好意思哦，门市有时候比较忙，那没有关系，你有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是你们副董的老公，因为我们老公司有但是是外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是个美国人他其实打电话来测试我们公司的然后我接到之后，他听我讲完，反正跟他聊了很久，他气消了之后，他也挂电话了。后来副董、总经理他们就开始知道我这个人，因为那个副董的老公跟他说你们公司有这个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然后可以用英文回答我的话，你们其他人都不行，只有他可以。所以那个时候总经理找我，就是说他要成立一个部门叫教学企划部。对教学企划部就是负责解决跨部门的问题，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跟业务处去解决老师使用产品的问题，再来一个工作是汇集所有的意见，再把这些意见不好的不要，好的把它给各部门。对，就是教学企划部的新部门，所以那时候就要我成立了新部门。对，我感觉李曹老师混得风生水起啊。对，是金子总会发光。对，然后金子真的发光了。他说3.5万提高加薪到4.2万，哇，眼睛我懵了，生平没看过这么多钱这样。要感谢这个老板。那个时候4.2万打电话来的，蛮多的然后呢，但是我慢慢，我的角色因为这个教学企划部的成立开始转变了，就是开始真的老旧的冲突，再来就是人事的那种纠葛就开始上升了。真的是因为大家眼红了嘛，看你有个新部门嘛。对。然后另外就是新部门成立之后也代表的一件事情。反正你的权责还不确定嘛，我该可以丢出去的我都给你。对，所以那时候编辑部说这个英文题库给你做，然后那个资讯部说光碟测试你去测试，然后行销部说这个业务要的这些广告你去想。你不可以拒绝吗？我可以拒绝，但是我如果拒绝了，他们也做不出来。他们也，而且我如果拒绝了，等于他们也不晓得老师的建议是什么，是必须要做的吗？还是就是要为难你一下？你像我要统整老师的意见，统整回来了，我跟葛小姐啊，老师觉得这个课本的行距啊太宽了，可不可以窄一点？所以我不晓得啊，你问老板问我干嘛？他是这样讲。然后我光碟，我跟资讯部说，这个光碟有的时候有安装问题，那所以你看要不要做测试一下？安装问题啊，它是用 Win 几啊？你有没有做研究啊？拜托你说安装问题我就要解决嘛？那我还要去学校问你还要去看是什么界面什么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你资讯部去打电话去问老师，然后慢慢去解决，怎么会是我来处理呢？然后行销部会说，我会跟行销部说，今天这个快要选书了，选版本了，请你出什么什么广告？你这个跟美术部沟通了吗？你跟老板讲过了吗？然后叭的吗？然后我就想说，就开始真的，你一个部门成立之后，很多复杂的东西就开始上升了。然后大家对你也不会那么客气了，因为大家觉得你好像受到重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体制上都会，只要是人，就是会遇到这些复杂的人事问题。然后那会让你变得很不快乐。然后你有时候看到那些老主管，真的每天都看。每次就是在悠哉的泡咖啡，然后看看 Google 新闻，一整天都这样。他其实没有特别的事，他的事情都是老板交代的。老板交代他什么？
你去 Costco 买个那个披萨来啊，他就去了，他开心死了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你去做什么来啊？嗯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嗯在眼里，就会觉得老公司他们也没有什么对错问题，老公司就是这样，老职员嗯他不会去突破，也不会有一些创新的行销想法。你像我们就会想嗯说，是不是我们要办一些研习会，请一些大学嗯的教授来办一些研习会？那在学校举嗯办，所有的英文科老师你都请到了，然后就可以教授嗯讲一些英文的教学法。那老师们获益，他们就会觉得你的版本很嗯，好嘛。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办，会想去办一些这样的研习会。但我觉得老员工都喜欢稳定，喜欢这对，种按部就班的重然复的后他们，工作。但他们不喜欢你这样的突破，话，对，但是对，他但是们不喜，你这样突破，他们会觉得啊，你现在给对，我拿出新的工作，我要你给我拿翘开了，你始，对，我要你花新的升官了，精力去做一个你东西。升官了，你就嗯做些有的没有了。但是嗯我们的确我们去外面嗯跑的人，的确会看到很多现嗯象，比如说别的出版社都在突破，为什么我们不能？如嗯果你像这些老主管一样就那么安逸着，你迟嗯早市占率会降低，甚至没有。被淘汰。嗯我一定会想要突破，因为我看嗯到了各出版社都在进步，而你嗯没有。不管是产品周边产品上的，嗯，还是课本本对，身的编排内容，我们都嗯看到一些很明显的缺点，老师也跟我们反映了。嗯，但是老对。主管是觉得，我就把它校对好，你就阿弥陀佛了，你不要再想那些有的没有了。你哦，是从公司的利益出发，他们是从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做不做这个事情，他们的工资都他是们就是觉得一样的。我有一份工嗯作做到退休，然嗯，后不影响公对，司就好了。但是其实他没错。们说的不影响公司，其实嗯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是不受用的，因为现在太多公司在竞争了。你如果不对，跟着进步，你不跟着做变化，你说实话，你嗯根本跟不上这个潮流的。所以我们这高嗯中课本，也是这样子。因为有太多版，4、5家在竞争，你如果不进步，对，今天老师也很现实，嗯他用了我们的课本，我们送4样，我选别嗯的公司，他送你10样，你选哪一家？嗯，对，老师肯定选送10样那一家嘛。那这个嗯东西送产品跟你花在这个送东西的产品上要花多少成本、人事、时间，嗯这个都要去考虑，这是很复杂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手法。但是老主管对，不会去思考那些，嗯他就觉得你不要给我增加负担，我就把课本校对好就好嗯，了，我不要有对，周边他一定讲说周边又不赚钱，周边是送的，你嗯为什么花钱校对呢？老板也会听啊，嗯对，他们会跟老板这样讲啊。那周边不赚钱，你干嘛花人力？但是很多老师看嗯周边多不多啊？那你是，怎么样是，做出简单好做的周边又不花嗯时间？这个就是诀窍。可是他们不会把嗯这个讲给老板听，对，对，所以变成我慢慢在工作的过程中已经变质嗯了，变成嗯我的建议老板不一定听了。嗯对，对，因为有太多东西我讲了之嗯后，老主管再跟老板讲一下。你们觉得老板会听做了30、40年的老主管的嗯话，还是会听一个对，做个2、3年的小伙子的话？那啊，肯定是是听老主管的话嘛。对，对，所以而且我在年轻一辈的职员中也是孤单的。嗯嗯，嗯年轻职员要么就离职了，要么就是也对，觉得我嗯风头太贱，或者是你何嗯必这样呢？你就像我这样校对，当的多快乐啊！对，哦，所嗯。以慢慢，我觉得我这个人是很不喜欢人事的一对，个，我觉得这个是华人的文化吧，就是对上对，班的时候，有有，你不是嗯，只从公司的利益出发，你还要想一想你的同对，事，而且会蔡搞叔怎么想？会搞小嗯，圈子，还会搅会搞小对对，小圈子，对对对，别人都这样，自己很你要是不一样，特立独行，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合群，然后对，就对，比如嗯说，比如说我举例而已啊，葛小姐她会找嗯几个老职员嘛，我们就是嗯要这样工作，你为什么要那样工作？他们会一起对去跟老嗯，板讲，对不对？那对对，老板的对，想法就会受到影响嘛。所嗯以其实后续我觉得我就做的不是很快乐，嗯对，因那为其实从那个时后续，候到你离嗯，职还有多久？啊，教学企划部到我离职大概还有五年左右。5年，啊，这你还干了五这五年，年，哇，嗯坚持了这五年，很久，这五年我一直努力的办研习嗯会，努力的跟嗯编书的教授沟通，然后努力嗯的就是嗯，甚至我自己去学校去拜访对，老师，然后嗯呢，我也很努力的做题库，
因为我想要做出老师真的喜欢用的题库，英文的题库，每天要想很多题目，甚至我跟老板说，老板我需要人手，所以我后来底下我像变数一样，我是个小领导，下面有3个职员一起帮我，但是你这个东西规模越大，老主管的话就越多，有值得花那个人力在那吗？然后编辑部也会把更多事情丢给你，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越想做，就越多事情。我后来因为一件事情决定离职，就是我这么努力出去跑之后，我们外出都要写外出单嘛，对，然后有一天那个业务部的经理跟我说，你以后不能出去了。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出去了？我要去学校跟老师沟通或什么。他说有人举报我出门是去偷懒，做自己的事情，不是去学校。然后呢，你出去的频率太长了，他觉得我3天出门一次，2天出门一次太长了。我说你可以去问那个老师我有没有去那里，我绝对有。你可以问那个业务我有没有跟他一起跑，我绝对有。他说很讨厌这种打小报告他啊，说勾心斗角。没办法，这是老板说的，不是我说的哦。老板也觉得你出去就是去偷懒，你去做别的事情，你偷偷去银行办事啦，你偷偷去找什么朋友啦。我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这样子？他说我不管有没有证据，就老板现在怀疑了嘛，怀疑你就不能做嘛，你是职员你要听话嘛。我是气到，我真的气到脏话都快飙出来了。我真的很气，就是当你很努力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他人不是支持你，而且这个事情我并没有真的去偷懒，我是真的去做，而且是需要的。有时候有老师有题库的问题，你资讯部不去，那我去啊。有人帮你解决，难道你不喜欢吗？你还说我去偷懒？所以有好几次，他那个业务部的主管经理都说我被人举报去哪里偷懒。我说你证据拿出来，如果有我马上离开。他们也拿不出来，就是谣言就对了。感觉这人真的抵挡不住这个潮流啊！就是你们公司的潮流已经是老化的、僵硬的，大家都是图安逸，不想进取了，不思进取了。你逆流而上的时候，对，其实别人会看不惯你，真的会。就是新职员看不惯的就离职了，看得惯的这个环境适合他的就留下来了。久而久之，这个公司都是这样的人。对，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些不同的意见了。对。我经过几次这样，我做了5年，然后我决定我还是离开好了。那离职的时候几岁啊？我想一下，你干了10年。我好久了，我大概10年前了吧，也是快10年前。可是别人都是就是干这个行都是觉得要干到退休，对不对？就是离职的人很少。我那个时候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做了决定我就不会改。我这个人的个性是这样子。我不管有没有做到退休，其实我那时候我再做2个月我就做满10年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劳基法就会有给你特别的，做满10年会有劳保退休的比例的钱会变多，我也不管。我这个人做了决定我不管，我说要离职就离职。所以我那时候我就递出了辞呈，然后我跟那个总经理说我不做了。那他说为什么？我就说我当然也没有讲他们的坏话，我就说我有我的生涯规划，我想要休息一阵子，身体也不好。我那时候身体真的为了这一些事情，我也是身体很差。对，那提出离职之后，谣言更多了。哎呀，你看这理财老师啊，选书都快到了，要选版本了，这个时候才离开，故意的啦。那个谣言又开始讲得很难听。然后我那时候就更觉得我要离职是对的。对，因为这些人就是讲这些，但是他们没有去想解决的方法。所以我后来递出辞呈之后1个月，该交接的交接完我就离开了。离开之后远东图书再过几年，远东图书也倒了。倒闭啦？好了，是吗？被别的出版社买走了。一个老字号，大概60-70年的公司，见证了它的衰落。对，我就见证了它的倒。然后很多老员工，我也见证了很多老员工，哇，拿到退休金退休了，他们得偿所愿。但是公司倒了。对，我会觉得这就是人性。他待到了他要的时间了，他拿到了公司要给他的退休金了，走了。
他退休了对，他圆满了他的工作，他无所谓但了，是对，但是公司嗯倒了，对，公司倒了，公司已经啊，易主了。嗯对我真的那时候看了，我也会觉得说，毕竟是我待了10年的公司，也有点不舍了。但对，是，这过程也真的让我学到很多，就嗯。是我一定要当一个自由职业者。不过现对，在文化也变了，感觉好多人就是在一个公司工作1、2年，就是基本上可能中小城市吧，还想着要铁饭碗，要在一个单位对对工作一辈子，但是在大城市的话，基本上就是特你说别年轻人一对两年就大陆的换工作。年轻人，好像大城市好多年轻人喜欢辞职，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到体制里面去，想就考公，是公家的对对工作，对对对，台湾对对对，很多人，台湾嗯，每年都有非常多万人去考公家机关的工作，考对，对公职。对，因嗯为我们对一样，都说铁饭碗嘛，所对以考公职的话，工作比较稳定，薪水也比较高，福利也对，都是照政府规定的去做，嗯所以福利也比较好。所以考公对，职几乎在台湾很流行。但感觉在嗯体制内的工作其实也是相当的无聊的，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不无聊，但嗯，是就是我很不喜欢就是人事之间的冲突跟算计，那个那是我政府里头更很不喜欢。夸张吧？我觉得，对，政府我觉得只要工作，除非你嗯，是自由职业者，对，只要对是工作有老板的、有同事的，都会有这种问题。没对，公司越错，大越问越大，对，对，我当时因为我在语言之前，我回国之后，我就在一个语言机构工作嘛。然嗯，后语言机构一般就是不像这个体制内的工作，就是人际关系那么复杂，而且会对，有一些外国的同事外教。所以我第一天工作的第一天，然后下班的时候，我跟一个外教，外教问我，就说你第一天你工作感觉怎么样？我说，哎，好辛苦啊，好多要学的，看我能不能撑过1个月。我就这么说了一句。当嗯时办公室里边只有3个人，我跟这个外教，还有一个中国的老师，他嗯哼，在他在这个办公室很远的另外的一角。然后第二天老板就先找我谈话，先你演顺风耳。第二天老板说，对，老板说，我听说你快干不下去了，但是我在想啊，谁告诉你的？我只是跟一个外教就是随口开了一句随玩笑，口一聊，对，对，而且都不是认真的，然后肯定是那个中国的老师，然后就打小报告告诉所以老板说，哎，所以有这个新来些人就的可能是真的干不什么人都下去。有，真的什么就人都有，对啊，公司常常会这个八卦传得很嗯，快，然对，后嗯但公司你按道理也有好这东西它处了。又是对嗯，损人不利己嘛，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呀，说实话，灿叔，对我觉得啊，有时候八卦是嗯，一种快感，你不会考虑后果的，你讲出对，来，哇，好开心哦！我把我知道嗯的秘密讲出来。有时候吃瓜跟八卦嗯，只是一个快感，那然这个都不后有的人，叫八卦，它叫打小报告啊，它就其实带有对，一定的目的性，就是要抹嗯。黑你这个人的嘛。其实说实话，对，也有对，啊，但是办我觉得，公室只有3个人，他要有很多人也可以，这个对，一下就锁定到他身上，就是他打小报嗯，告。他也无所谓了，可能这种人他根本不在乎，对，所以我觉后来得，我就没有超过一个月，哦，真的没有在嗯，那儿干1个月，真的没有超过我就觉得一个月吗？太复杂了，我不喜欢那个，因为在我的老家嘛，然后啊，我就觉得真的啊，我对，应该换一个其实我更开觉得，明的地方。我觉得很多人工作都有像我们类似的心情，就是嗯会工作本身业务的难度也有不好嗯，做，再来就对，是跟同事们的相处，还要跟老嗯板的相处。这个我对觉得在公司工作难免都会遇到这些东西，可能这也是嗯造成你不快乐的原因，对不对？所以我觉对，得我们3个嗯似乎都不太适合这种嗯体制，所以我们3个到了后期好像都转变了我们工作的路，对不对？对对，对，变叔我们不谈了，因为他就嗯，是现在我现又转在进行，回去了。对，现在进行式又嗯跳出来了，可能没有多久又要转回去了。嗯，那对，灿叔你已经从亚马逊嗯。换了跑道了，对不对？对对，那你觉得你现在做这个 YouTuber，感觉又有什么不一样了？对啊，我觉得，因为首先其实还是像你说，不在公司里头，它不涉及人事的竞争，人事对间的纠葛很少，基本就没有，等于零。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符合我的心性吧，我不是对，真的不是特别喜欢那些东西。嗯然后
教语言确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东西，而且语言承载的一些文化呀什么的，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我还是希望通过这东西，首先是把我说的其实很奇怪，有时候听别人说一些很宽泛的东西，觉得你太假了，但是我内心深处确实有一定的想法，就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美，中文的美。我有时候真有这样想法，虽然听起来感觉很假，但就是很奇怪。对，而且就是这种美，不像一般的语言会灿叔可以包含很用自己的多东西在语言、里面。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式呈现出中国的美，这可能是灿叔心里的一个作家魂那种。对，现在不是我其实也会写小说嘛，就也把它当做一个中文的一个材料。其实我觉得把很多东西都融合在一块了，我就觉得人生的很多时候有些经历啊，虽然这么多年，有时候你觉得在当下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都白费了，时间都浪费了。但可能在后来某一点，你会发现把以前很多东西都能整合到一块。我觉得做 YouTuber 就是把我之前很多经验都整合到一块，而且让我这个心收下来了。我觉得我愿意这样慢慢的一点点往前做，而且也能实现一定的盈利化，这是对我觉得可以做吧。这个因为只要能这样做下去，而且能实现盈利的话，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一生的事业。对，而且是蛮幸福的事情，对不对？对，很幸福的事情。对，如果做 YouTuber，然后做的主题领域又是自己喜欢的，对，又可以呈现自己国家的美，对，然后又是能够让自己的作家魂给爆发出来，对，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自己没有当过老师，像你俩一样，毕竟都当过老师。但很多时候有些人留言会和我说，老师其实心里还挺爽的，就是感觉确实会让人感觉会受到的尊敬。对，老师这个2个字其实具有很大的意义，我觉得是这样。对，真的。灿叔，我问你，你从小的志愿是什么？从小呀，其实我觉得有没有想过小的时候其实说不来，那会是什么当科学家呀，什么天文学家都是这样想的。所以灿叔你是可能到了大学、高中、大学，心里孕育着一个作家魂，对，但是之前并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以前并没有，大概是从高中开始吧，高中开始的。那这个Ben叔也没有，对不对？Ben叔就是教学是算是因缘际会的结果。对，但后来我就发现自己对这个事业感兴趣，我就开始考这个教师资格证啊，然后去学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知识。等于说，如果没有这个机缘巧合，可能不会真的投入到这个事业。你像茶叔开始就爱上了。你像茶叔的生日是9月29号，孔子的生日是9月28号啊，所以我从小我就自愿想要当老师。从小有这种想法，至圣先师就是我的 model role model，所以我从小我还会孔子投胎转世吧？对，我还会故意把我的生日写错，我是9月28号生的哦，那时候有点那种幻想症这样，所以我从小的志愿我都会写老师，我从小就想当老师。那虽然我的第一份工作不是老师，但是我的工作有跟老师这个交流，对，所以我也感觉到非常愉快。那等我这个远东的工作离职之后，我后来去学校当了那个代课老师，然后去补习班当了英文老师，然后我其实就是羡慕着这种像灿叔说的老师你好，老师好，那种哇受到尊重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种感受，成就感。对，那后来因为新冠疫情，补习班倒了。那因为我妈妈生病，所以我就开始转型，所以我现在开始做 YouTuber， 然后开始在线上教中文，那私底下再教一些学生英文。我觉得就像灿叔说的，哇，这个当老师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成就感。他说，而且我觉得在像我上中文的直播课，那他们都说老师你好，老师长老师短的，哇，你听了就整天就很爽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很开心。就是你会觉得真的是老师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了。我感觉你的学生都很爱戴你，对，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的，他们非常尊敬我。然后老师长老师短的，然后我觉得真的会让人有一种我这个工作是很重要、很神圣的，是传递，不只传递语言，不只传递知识，
你更是把自己的人生观、把自己的价值观，还有把这个文化的美传递出去。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爱这个工作，就是说，我觉得我这个转型是让我很开心的一个变化。这中间当然遇到一些不是那么顺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我是喜欢的。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爱戴我的学生，然后我也从这个经历中学到非常多的事情，我真的学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运一直很顺，对，一直到现在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觉得工作运很顺，而且都是做我爱做的事情。来结个尾吧。好，结个尾吧。好，来变出结个尾吧。压力给他背出身上。我最不擅长结尾，压力山大。好，那不擅长结尾的笨老师给今天的我们的播客做一个结尾。所以今天我们讨论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有趣的事，还有一些这个不有趣的事，不有趣的事，对。但是没想到聊这么多，感觉好多工作的一些方面还没有聊到。对，比如职场性骚扰，对吗？我们要承受这些东西吗？不至于。我好像没有，好像我还没有遇过这个。等下次遇到，开玩笑，开玩笑，对。好，所以呢，下期的话会给大家准备这个其他的有趣的话题，别忘了给我们留言。如果你在你的工作中有什么要跟我三位大叔分享的，记得写下来告诉我。如果你工作遇到什么不顺，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想换工作了，你有什么心情，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回复你们，然后该怎么做哦。我们现在三位大叔要兼任那个心理的，对。可以解决大家的这个工作上的问题啊。对，其实大家比如说有什么特定的话题想让我们聊的，我们也可以聊。特定的老师想邀请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哪个老师。那天我还看到有个人留言说，想让咱们邀请那个谁 Mandarin Corner。等到我们请得到吗？我们现在还是小，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人脉，低阶的，我们还是好像还没那么有名。那大家就给我们多留言，对啊，多鼓励，让我们做到大一些，我们再邀请一些大咖。对，各位听众观众，你们赶快订阅，订阅超过1万，我们就可以邀请，谁都可以邀请。对，你们想见谁，我们都能邀请来。对，你们要赶快订阅，让我们变成有名的大叔中文，这样子你们要邀请谁都没有问题哦，绝对可以的。对。好，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4下次再见喽，大家再见，拜拜拜。